Mac 为什么要换新呢？每次决定要换新之前，上一颗芯片到底是什么原因满足不了 Apple 的需求呢？以及在换新决定之后 ，Apple 是怎么样去保证开发者和用户的完美体验的？各位好，我是 Spike， 欢迎来到今天的 Mac 综艺。上一期我们聊了 Mac 换新的一个简单的历史，而用了蛮长的篇幅，希望让大家拉平一个水平线啊，让大家都能够明白，电脑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换新的。电脑换了个芯片，其实对于厂家、对于用户、对于供应商，它都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存在的，搞得不好就会直接倒闭。而像 Apple 这样的一家公司换新这件事情，它竟然做了3次，而且每次还都没倒闭，好像还有越做越好的趋势了。那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让更多的普通人都明白换新到底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当你了解了它的困难度，你也会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应用软件，我可能在 Windows 电脑上运行，但是我就不能在 Mac 电脑上运行。那同时你也会明白，那为什么有一些软件它既能在 Windows 电脑上运行，又能在 Mac 电脑上运行？这到底是 Mac 的兼容性不好，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呢？那简单的说来，我们必须就要先明白，因为 Mac 和 Windows 它有蛮长一段时间运行，它安装的是不同的芯片，而不同的芯片就要对应不同的操作系统底层逻辑啊。注意，我说的不是不同的操作系统，而是不同的操作系统的底层编译系统，它要不一样。你可以把视觉的表面上、用户界面上做的一样啊，但是你底层的编译系统是一定要变的。那同样呢，也对应着不同的应用软件。那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讲，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应用软件，而并不会太多的概率会直接跟操作系统打交道。所以，如果一家公司决定随便的换新，它为了保证用户体验，它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这些第三方 App 的开发者该如何应对，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让他们重新编写相同的软件，才能够适应新的芯片所推出的新的系统。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绕啊。那只要你能够明白，像微信这样的中国大陆的国民级的 App， 它为什么既能在 Windows 上运行，又能在 Mac 上运行？我们再说广一点，它还能在 iPhone 上运行，还能在安卓上运行，可能应该是已经也能在鸿蒙系统上运行。那为什么微信可以这样？原因是因为微信要针对每一个平台去重新编写一个全新的微信。那如果你是双平台的用户，既用过 Mac 又用过 Windows， 那你不难发现很多软件，包括微信啊，包括这个微软的 Office， 对吧？它在 Windows 上的界面功能和在 Mac 上其实都是有很多差异的。大概率上呢，是 Windows 上的功能更全一点、更多一点，而 Mac 上的功能更少一点。那你就会问了，既然是同一个软件，为什么两个平台上它的功能却不一样呢？那如果这个问题你深入的思考下去，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其实这两个软件其实它不是同一个软件。理论上来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软件，因为它需要彻头彻尾的重新编写一遍，才能让这个软件适合另一个平台。那拿微信来讲，它要编写一个 Windows 版的，它要重新编写一个 Mac 版的，要重新编写一个iPhone 版的，要编写一个安卓版的，那至少要编写4遍。这4遍的难度其实跟从零开始开发一个软件的难度，你可以理解成是一样的。所以这就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说你换新了之后，对一家公司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因为如果因为开发者跟你他不是一个公司你只是生产电脑跟最多是生产操作系统，但是很多用户他要用第三方的软件开发公司开发的软件给你用像 Apple
和腾讯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嘛。腾讯就属于 Apple 的第三方 App， 那如果人家不给你开发你这个平台，你是一点招都没有啊。那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 Mac 用户产生一个误会，说 Mac 的兼容性不好。但其实从技术上来讲，它不是 Mac 的兼容性不好，而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市场占有率的原因，可能是公司的选择偏好的原因，或者是公司的这个人才配置的原因，它没有去开发 Mac 版本的对应软件，造成了在 Mac 上没有。那你可以想象到一个软件，比如说你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软件 Windows 上有 Mac 上没有，我遇到的很多顾客都是直接说Mac 的兼容性就是不好。但如果有机会，我会稍微跟他扩展一下，聊一些这些内容。也就是说，这并非不是 Mac 的兼容性不好，而是说这家软件公司它没有考虑到更多的用户。这也就像很多用过国外的软件，你就会发现国外的软件它往往更多的会针对 Windows 跟 Mac 双平台推出自己的 APP， 而不会说我只推一个平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商业公司往往会比政府机构，我是说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会更多的扩展到多个平台，而不是说要求用户必须用某一个品牌、某一个型号、某一个版本的硬件或软件。那据我的了解，可能有些国家它的税务系统、报税系统要求公司配备的报税的电脑就一定是固定品牌、固定的软件版本、固定的这个操作系统版本，对吧？那你能说这个是品牌的兼容性不好吗？是不是？这个联想的 Windows 电脑和戴尔的 Windows 电脑，请问它的兼容性差在哪里呢？这个IE 浏览器和这个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它的兼容性差在哪里呢？当然它是有一定的兼容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出于一些市场占有率的考量，出于一些技术上的考量，甚至出于一些这个经济上面的利益上面的考量等等等等吧。就是造成了普通用户不深入思考之后，他会觉得这就是谁谁谁的兼容性不好。但其实了解了换新的神话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没这么简单。那这也就是体现了为什么 Apple 会一遍一遍的换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和其他的公司的区别了。其他的公司其实很难想到换新，而且也不太会有这个勇气去换新。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赚钱的这个逻辑换新也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 Mac 为什么老是换新呢？换了这么多遍从最早的摩托罗拉换到这个 IBM， 再由 IBM 换到 Intel， 再由 Intel 换到 Apple Silicon， 换了这么多次。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纵观 Apple 的换新，这每一次的换新历史，几乎那个被替代掉的芯片在当年都发生了同样的困境。我们拿最早的摩托罗拉这个68000芯片来讲这个是在1984年 Macintosh 上面被优先使用的一个芯片。那为什么后来又换成了 IBM 的 PowerPC 呢？是因为到大概90年左右，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那个时候摩托罗拉的这个芯片就会产生出一些疲态了，就有点像之前的 Intel 的芯片，就是虽然它也有更新，它也有产品线的迭代，但是由于投入的精力不足，然后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可能公司运营成本的考量等等等等，就造成了它的芯片性能逐渐的下降就是比不过其他更好的芯片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 IBM 的 PowerPC 芯片是由3家公司一起推动的。那这个跟 Apple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Apple 跟摩托罗拉之前是合作的嘛，那发现摩托罗拉的芯片不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 Apple、摩托罗拉再叫上 IBM 3家大的巨头成立了一个这个联盟，好像叫AMI 3家公司的这个首字母嘛，怎么排我大概我可能
没有说的特别准确啊，反正成立了这么联盟。其实最早的 PowerPC 芯片是由这3家公司共同在研发的。那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实现了一次从摩托罗拉的68000的这个复杂指令集的芯片转换到了 IBM 的 PowerPC 的精简指令集的芯片。那这次转换就有点像从 Intel 转到 Apple Silicon 是一样的，从复杂指令集转到精简指令集了。那复杂指令集跟精简指令集这个概念，我就不在本期视频当中去赘述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各位能够考虑加入一下我们的会员啊，我会在一期会员节目当中专门去讲解一下什么叫精简指令集，什么叫复杂指令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本期节目当中，只需要大家去理解一点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指令集它指的是操作系统对接芯片的这份语言。一般来讲，软件开发者跟用户是涉及不到的，因为软件开发者是在操作系统之上的，用户呢又是在软件开发者之上的，这个是很底层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操作系统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芯片，它们之间所沟通的一种语言，一种叫做精简指令集，一种叫做复杂指令集。那这种转换其实就相当于一种换发动机了，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换芯片跟汽车换发动机一样，其实汽车换发动机，你如果换同型号的，这个好理解，但是不好理解的是你换了不同型号的发动机，而你的目的是换了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之后，你所有的进气口、排气口、油管、火花塞什么全都不一样了，然后你还要去连接到这个车上本身的这种供油系统、供电系统、排气系统，全要正确的连接上，而且这辆车开起来之后，它的性能只高不减，而且还更省油。这么高的要求才是最难的。那这样的一次的更换，其实就是3家公司在那个时候共同研发出来了一个叫做 PowerPC 的芯片，然后装在了当时的 Mac 电脑上，实现了第一次换新。那不管哪一次换新， Apple 首先要解决的是你自家的操作系统要能够完美的运行，这个是最难的一步。很多就是技术上不过硬的公司，可能这一步就卡掉了，就直接摔了一个大跟头。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所谓指令集的概念，对吧？你的芯片换了，你的操作系统就要对应上，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Windows PC 它很难实现换新。原因就是因为操作系统跟硬件它不是一家公司，它没有办法那么好的进行合作去改变一些事情，特别是像换新这么重大的事情。那么当 Apple 的芯片换了之后，那由于 macOS 的操作系统是自家研发的，那 Apple 又有非常强大的软件开发实力。我又要提到 Steve Jobs 说过的， Apple 本质上是一个软件公司，这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是吧？直播的时候也讲，大家可能耳朵都听出讲子来了。那既然它的核心实力在这儿，它就在换新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软件开发的实力体现无疑。也就是说，它能够在操作系统界面不改变的情况下，把底层的这个指令集给完全换掉，免去了开发者和用户再去面对这种改变的一种尴尬的局面。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换之后，我们的操作系统可以在上面运行了。那软件开发者怎么办？其实软件开发者面临的困难已经比设计一个操作系统要小很多了。但是呢，为了去进行更好的过渡，因为你换新了，好，你的操作系统也换了，没问题，这两个在一起都很完美了。但问题是你得给开发者一点时间，就算开发者愿意配合你，他也得花时间去重新编译自己的软件，才能够提供给顾客。那这个时间怎么办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次换新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转换一般是2年时间，这2年的过程当中， Apple 一定会在第一次宣布换新的时候就同时发布一个翻译装置。那最早的摩托罗拉到 PowerPC 是发布了一个模拟器，然后到后来2006年从 PowerPC 转到 Intel 就发布了 Rosetta。
这个在发布会上曾经提过。那到最近的这一次，从 Intel 转到 Apple Silicon， 它发布的这个翻译器就是 Rosetta 2。所以可能接触 Mac 比较晚的用户，你一上来听到 Rosetta 2，怎么一上来就2了？一在哪儿呢？一在2006年，它是一个它的前身啊。那不管是最早的那个模拟器，还是2代的 Rosetta， 它都是起到一个翻译器的作用。这个翻译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三方的开发者，软件开发者还没有来得及以第一时间编译出一个换新之后的那个版本的 App 的时候， Apple 先官方提供给你一个翻译器，让你原来的这个版本的软件通过翻译器的翻译，直接能够在新的芯片上面去进行运行。那从最早的 Rosetta 1，它的这种翻译是要牺牲掉一些性能的，到最近一次的 Rosetta 2几乎不损失性能，那你就能看出它这个翻译器的厉害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一次换到 Apple 的 M 系列芯片之后，我们会不停的去聊一个词啊，就叫原生 App。什么叫原生？那也就是说，因为刚刚换芯片嘛，那可能大部分的 Mac 平台的 App 都是按照 Intel 的芯片进行编写的。那这个就不是针对 M 芯片来讲，它就不是原生 App， 它是需要 Rosetta 2来进行翻译的。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当中有没有用户经历过 Rosetta 2啊？1我就不提了，那可能会更少了。就是你在M1、M2、M3、M4 系列的电脑上，如果你安装了一款比较早的软件，而且它没有更新成原生 App 的时候，你在安装的过程当中，系统会自动提示你，你需要安装一个小翻译的插件，叫 Rosetta 2。如果有留意到的话，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让大家也知道一下啊。我是因为遇到过的，很快，大概1分钟不到，这个翻译器就安装完了。那么以后虽然你这个 App 是 Intel 平台的，你也可以通过翻译器在 M 系列芯片的电脑上 Mac 电脑上进行运行。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底层这个实力的体现啊。这个是就是自己家开发了一个模拟器的感觉啊。那虽然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通过这个翻译器，但是它毕竟给了开发者、给了用户一个时间上的缓冲。那有些用户呢，为了体验新的电脑，可能只有一个小的软件啊，偶尔用一下，但是呢，它没有跟得上这趟列车，那我先用翻译器也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那给开发者呢，以更长的时间去重新开发、修改和优化他们的 App， 以便于让他们更好的、更快的推出基于目前最新芯片的原生 App， 让为顾客服务。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业案例，只不过其他公司很难学习到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要靠实力去进行保证的。那在这几次转变芯片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对 Apple 的技术实力一次又一次的用事实来进行肯定以后啊，从用户的层面，我觉得不难看出 Apple 这家公司其实在研发产品或者做任何的重大决定的时候，几乎都是以顾客体验啊、顾客服务为第一优先的。为了你看，他每次换新，其实公司会承担非常大的风险，但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如果觉得换了新之后，自己的用户跟顾客能够更好的受益，那作为公司来讲就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当然实力也是它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种核心的经营理念就是难能可贵的。当我们换新换完了之后，你不难体会到，就比如说最近的从 Intel 核心换到这个 Apple Silicon 之后，你不难体会到电池待机时间从大家多年习以为常的8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觉得不错了。你一听这个参数，一个笔记本电脑能够直接待机连续使用8个小时，这已经是覆盖了1天的工作了。而其他一些品牌的这个电脑，基本上这也就是行业的标准嘛，对吧？但是 M1 芯片在4、5年前刚刚推出的时候，直接给你打到18个小时。
直接翻倍。而到现在最新款的 MacBook Pro M4 系列的 MacBook Pro， 它直接给你连续使用时间给你打到24个小时，对吧？那你就能够通过后期咱们马后炮一下，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 Apple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从这个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 CPU 生产厂商英特尔的这个手中逃出来啊！你不是最强大吗？那我也不要啊，我自己来，因为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是其中之一。现在 M 系列的芯片已经发展到第4代了，我相信它的好处已经不用我在这儿再去吹牛逼了啊。可能你听本期节目听下来，我觉得我是个果吹啊，但是你说我是果吹，其实我虽然不太喜欢，但是我也不否认啊。但是我们想说的重点是，你说我吹也好，你说我怎么也好，我们要基于事实去聊一些东西。你如果就是无脑的去贬低或者无脑的去吹捧，这个都是我个人不太赞同的。就比如说我一直很不喜欢别人把我称之为果粉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粉字或多或少在它诞生之初啊，有一点意思是说这个无脑追捧的感觉。那我认为我虽然喜欢Apple 的产品，我也认同 Apple 公司的价值观和喜欢它的文化，但是我并不是无脑的啊。就凭我做这一系列的节目，能说出公司背后这么多的故事，你就会明白我喜欢它的原因在哪里了。所以分享这个喜欢背后的原因，是我觉得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你如果说 Apple 不好，我也完全认可你啊，我也完全认同你，因为你一定是有一些原因遇到了不好的体验，或者是你的案例真的是碰到了这个钉子上面，你肯定对他的感觉会不好，这个是人之常情，非常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就是我遇到一种就是完全没有用过 Apple 的产品，然后也公司也没有得罪你，然后你也没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不好的，就是完全没有理由，然后就说不好，那这个呢，我暂时还没有办法很认同啊。我支持你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同你的这个说法。好，那本期Mac 综艺我们就扩展的给大家去聊一下 Mac 换新的问题啊。我想再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总结一下这2讲的内容。我还是希望大家首先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电脑换新是一件非常庞大而非常复杂的事情，换不好就会让一家公司倒闭的啊。第二个事情呢，希望大家明白的是，兼容性好不好这件事情真的是跟一个平台有关系的。什么叫一个平台呢？就是一个芯片加一个操作系统，这就是一个平台。兼容性好不好就跟这个平台有关系，而一个平台的打造，其实它牵扯到的内容就太多了。你比如说这个平台的这个主办方，他有没有给足够的补贴，是吧？他的这个让你开发软件或者入驻的这个条件优惠不优惠？然后他使用它的人多不多？然后这个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更好的支持它的硬件？还有一些很多的黑天鹅会随时的蹦出来，去成就一个平台或者打垮一个平台。所以平台好不好其实是一个玄学，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马后炮一样的去聊这些平台成败的故事，但是很难预测未来啊。那这个是第2个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信息。那第3个得到的信息呢，就是 Apple 的 Macintosh 电脑之所以会成为电脑界的这个异军突起的一个新秀其实不是像大家刚刚知道的那样就是比如说您的第一台 Mac 电脑用的是 Intel 芯片，装的是 Windows 的操作系统，那可能你对它之前的变化并不是很了解。那你包括现在你买了一个 M 系列的 Mac 电脑，刚刚入手第一台，可能你并不知道它原来还能安装原生的 Windows， 因为它用过 Intel 的 X86 架构的芯片你也不知道它之前变化的这些历史。那通过今天咱们聊Mac 的换新，你知道 Apple 的换新是一次一次又一次，这看起来是一家几乎变疯狂了的公司，把自己的生存都不在话下，都不看在眼里。但其实在它的背后，我个人觉得突出了2点，一个是公司的技术实力
是绝对经过现实检验的。第二个呢，就是公司的经营理念，它完全是为了用户能够用到更好的产品去着想。那我觉得在现在的科技公司一票科技公司，在我了解的这些科技公司当中，在做任何重大的变革和决定的时候，能够始终把用户能用到更好的产品放在这个左右这个选择的条件当中的占比啊，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左右一个公司的重大选择的条件其实有很多嘛，那占比多少，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觉得 Apple 在考虑到顾客体验方面占比是还蛮多的一家公司啊，少有的放这么多的一家公司。那这是第三个希望让大家通过这两个节目能够获得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会绕过芯片这个部分来去讲一讲跟芯片相关的一些硬件的内容了。当然在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关于 Intel 芯片和 Apple 的 M 系列芯片到底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从技术上来讲，因为 Apple 的每一次换新，那肯定是因为之前被换掉的那个不好嘛。但是为什么不好呢？很多时候在之前的几次换新都是可能因为市场占有量啊，然后这个研发成本的投入啊，造成了之前的那个东西不好了。但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因为 Intel 是世界公认的最大最强的全世界第一名的芯片制作公司，这个你都觉得不好，你要自己去搞一套，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那搞出什么名堂呢？从 M1 到 M4 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答卷。那不仅大家就要问了，你这个 Apple 的 M 系列芯片到底哪儿不一样，能够变得比人家全球最好的这个 Intel 的芯片还要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到底哪儿不一样？那这个呢，可能我们就要更详细的去探讨一下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这个 CPU 和操作系统之间沟通的这个逻辑的问题了。那这一部分内容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每一位普通的观众都感兴趣，或者是你知道与不知道呢，对接下来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期精彩的会员节目，以后类似的会员节目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里呢，也真心的希望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啊，对这个 Mac 背后的这些更多的深入的话题的探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同时也感谢目前已经加入会员的各位老铁们，感谢你们的这个捧场啊，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